让各国最强人类开战，谁将战到最后？本期13位人类代表分别是亚历山大大帝、成吉思汗、吕布、贞德、列奥尼达一世、萨拉丁、赫克托尔、阿喀琉斯、李舜臣、西格尔德、西蒙海耶、项羽、佐佐木小次郎。除此之外，衷心添加1匹黄金。那么各位观众，请将你支持的选手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。50年，随着13位人类与黄金的距离拉近，我们开启宣战，把火拱起来。转眼，各方向中心冲刺，为了一方独占，战争便开始了。首先，我们看到三国吕布宣战了蒙古帝国领袖成吉思汗，法国女英雄贞德与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宣战萨拉丁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西楚霸王项羽宣战了2战芬兰英雄西蒙海耶，后者有着白色死神的称号，在2战期间曾为芬兰狙杀500多名苏联士兵，一度令对面闻风丧胆。此时，只见项羽大军的战马纷纷倒地，西蒙海耶领导的狙击兵团占下一城。然而，这仅仅维持了1刻，项羽大军轻易发现了西蒙海耶部队，因为这不是冬天，开始分散进攻。55年，吕布给成吉思汗来了个下马威，只见他骑赤兔单挑数名蒙古骑兵。同时，更为不妙的情况出现，为北边的亚历山大向成吉思汗宣战，后者转眼陷入绝境之中。56年，曾建立阿尤布王朝、大胜十字军、拥有库尔德血统的萨拉丁，目前陷入了多方围攻。然而，占领者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来自法国的圣女贞德。传说13岁的贞德曾得到天启，要求他收复英格兰占领的法国失地。后来，贞德就有如神助一般，在对抗英国之路上获得了一次次不可思议的胜利，扭转了整个战局。58年，项羽大军逐渐拉近距离后，西蒙海耶失去了作战优势，在重重包围下，西蒙海耶战败淘汰。59年，亚历山大携重骑兵率先占领成吉思汗领地。60年，世纪对决再度上演，阿喀琉斯宣战赫克托尔。在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中，赫克托尔杀死了阿喀琉斯的亲密战友帕塔罗克洛斯，这激怒了阿喀琉斯。为了复仇，阿喀琉斯在1对1对决中战胜了赫克托尔。如今对决再度上演，谁会获胜呢？身为半神的阿喀琉斯还是强啊！请回答，阿喀琉斯身上的最大弱点是什么？没错，是脚后跟。因为他的母亲曾拽住他的脚滴溜到冥河里来回泡，以此获得金刚不坏之力。唯独这脚后跟被拽在那厮手里，成为了最大弱点。但就算是这样，也可以梅开2度，再次击败赫克托尔。62年，朝鲜海战名将李舜臣动手了，一上来胃口挺大，直接宣战了项羽。前者海战丰功显赫，这次想攻略陆战，我只能说他想多了。项羽给足面子后，大军不到1年便将李舜臣淘汰。63年，贞德宣战了阿喀琉斯，前者意识到只有击败后脚跟才能巩固南部，因此其他敌人都不足为惧。而另一边，逐渐发现自己身陷困境的西格尔德百般无奈。曾经他以一人之力斩杀过巨龙，被乡亲们称为屠龙者。现在他却被东方来的神秘力量团团围住，西格尔德必须出手了。66年，亚历山大宣战了吕布，前者20岁登基成为马其顿国王，22岁击败波斯军队，24岁征服埃及，28岁战胜印度波斯鲁王。区区骑马小子何足畏惧？吕布听不懂来自对面的嘲笑，他只管用实力说话。67年，项羽再度击败敌人，占领西格尔德之地，一举获得东边控制。而贞德的推进不上不下，阿喀琉斯也意识到了前者的强大。就在此时，列奥尼达一世宣战了贞德，他乃斯巴达国王，曾面对波斯王国的庞大军队。他率领300名勇士守住了狭窄的通道，为希腊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加上他的配合，让贞德感觉到了危机。69年，吕布率大军开始反击，贞德也陆续丢失领地。7年，贞德势力被瓜分淘汰，从中可以看出，不像之前的李舜臣、西格尔德，列奥尼达一世通过协助，把小领地变成了大领地，而盟军阿喀琉斯也自然没话说。72年，吕布的最后一击，不，潜水已久的佐佐木小次郎击败了亚历山大，差点忘了这号人物。他不就是日本江户知名剑术家，曾与宫本武藏决斗的佐佐木小次郎吗？多年修炼，游历各国，开创岩流剑派，这次让敌人在察觉不到的情况下一击致命，吕布都颇感震惊啊！既然如此，项羽倒要会会他。73年，项羽宣战佐佐木小次郎，剑术再好，能指兵打仗吗？项羽文武双全，轻易看破敌人生疏的策略，佐佐木小次郎不久便战败淘汰。75年，
利奥尼达一世宣战阿喀琉斯。根据兵力估算，利奥尼达认为自己胜算是很大的，于是快速下达进攻指令。可对面的弱点是兵力吗？显然不是。阿喀琉斯极高的防御力让利奥尼达怀疑人生，这对面真的是人生的吗？千算万算，对面是个半神，利奥尼达就这样全军覆没。转眼场上仅剩3方，那么项羽决定先动，宣战了吕布。这时阿喀琉斯也决定跟上，不放过占领西北的机会。面对如此2个劲敌，在没有智谋只有武力的情况下，吕布果然还是无计可施。79年，吕布战败淘汰，一方是力拔山兮气盖世、文武双全的项羽，一方是半神血统、弱点只有一处的阿喀琉斯。谁将获胜呢？让我们进入终局一战。83年，项羽战败，因此恭喜阿喀琉斯成功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